害到这么个今天啊，本来要好好来跟大家介绍我昨天刚买回来的一台二手重机，凯旋的 Speed 400，这台车很漂亮，24年的，跑的又少，只跑了1000多公里。但是呢，刚刚一直下雨，刚刚雨才停，我会很怕等一下又下雨，所以我们今天稍微改变一下企划内容，但是也是会介绍到这台车的。我身后这间重机店啊，也是我最近刚认识的一间重机保养厂，那是我们基隆评价蛮高的一间保养厂，叫做 SS 重机。待会我想请老板来为大家解说一台重机要怎么去做挑选。也许你很喜欢骑车，但是你完全不懂车，要怎么去选购一台二手重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怎么去看啊？基本的一些观念等等，以及你二手车买回来之后，哪些地方最需要赶快做保养以及检查的地方。另外呢，还有很多车友一定会有一些疑问说，我到底要买日系的重机好，还是欧系的重机好？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哪边？那待会这些疑问呢，我们都请小戴老板为我们来好好解说一下。嗨，小艾你好。嗨，你好。小艾可以帮我们观众稍微解惑一下说，一般我们很喜欢骑车啊，但是不一定懂车的人，我们要怎么去挑选一台二手重机呢？车子当然基本上一定都只能先从外观啦。是外观先从它的外观是看说，其实很容易判别这台车到底是室内车还是室外车，还是通勤车。第一点先判别室内或室外车。对，因为外观一定是最明显的。那从车子的本身，比如说各部的螺丝零件啊，或者是甚至车台啊，它的氧化或者是锈蚀的状况，都可以看得出来这台车到底是室内还是室外在使用的车子。那我相信最多发生事故的时候都是前面撞到。那前面撞到要怎么判断？有人说什么三角台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对，三角台其实在以摩托车来讲，其实以重车它是上下三角台它的结构上其实是比较强壮。是那当然，如果只是轻微的小事故比较容易都是从前避震或者是轮框的部分可能会先受损，那前避震可能会扭曲，会歪掉。那三角台这个可能或许你们在用看的可能是很难判断。再来，如果说他有换过一些机件，怎么去辨别说他有换过机件呢？有什么痕迹可以辨别？从螺丝或者是引擎的锁点、固定点去观察它的螺丝有没有曾经被拆过或者是被更换过的迹象。像这种是新型的内新型的螺丝，那其实这个如果有拆装过的话，其实从里面都可以看到有工具使用过的痕迹。了解。对。那包括以这台车来说，像这是6角螺帽。是。那如果要拆车台或下引擎的话，这个螺帽势必一定要拆掉，因为这是引擎锁点。那这个螺丝上面有没有曾经有拆装的痕迹，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有些东西，比如说像这种车好了以这台凯旋的 Speed 400，那这种车很多会去装一些，不论是引擎保险杆或者是防倒球之类的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它的固定点也会在引擎锁点上面所以也会动到啊？也是会动到所以当然这个是这一个部位啦，那当然会有其他的引擎固定点，其他部位是在装任何改装品在不会去安装到的部位，是可以从这些地方去判断。其他东西当然换过就看不出来了嘛。基本上对，如果它的事故修复都已经修复完成，其实从外观是很难判断。因为我记得小戴跟我讲过说，如果真的很会修的，全部都换新，你也看不出它是事故啊。真的看不太出来，就连包括螺丝呢，说白了螺丝都换新，而且在工具的使用上，其实让它没有痕迹也是有办法。就像原厂它为什么出来它的螺丝并不会有任何拆装痕迹呢？换新的关系吗？不是，在工具的使用上的关系。对，有比较特殊的工具，确实可以减少螺丝上面的拆装痕迹。理解，就是工具的比较好一点啦。对，是，有去保护螺丝的那个变形就对了。对，那当然里程越高的车，我们就要越去注意，它的该消耗性的零件或者是耗材是不是该更换的，它有没有做更换？例如像链条、齿盘、刹车皮、轮胎这些基本的耗材更换。那里程高，它有没有定时做更换？了解。那如果里程低的车，当然我们要先看外观，如果它还可以维持得非常好，那表示这台车绝对是状况非常
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位车主他可以提供，不论是原厂或者是在外厂的所有的保养记录的话，那当然是可以加分的。对，让你非常清楚这台车的过往到底做了哪些维修，或者是哪些保养的部分，它的生平记录啊，对，都可以清清楚楚。那当然是最好。那最后，如果说我们试骑的话，能够用试骑的什么感受去查看出这台车有没有好或坏，或者什么端倪啊？这台车你不论在直线前进的时候，是很多人都喜欢利用放双手利用放双手，在缓慢直线的时候当然要道路安全的情况之下就是稍微放了双手，看看这台车它是不是有稳定的持续的往前进，或者是会不会很容易一直往某一边歪掉偏移。那当然，如果会很容易，就是非常明显的，这台车只要我一放，它就一直偏，或者是我在直线骑乘的时候，感觉有一股力量一直在往某一边在施力，那当然就很有可能是不是三角台或者是避震器，或者是后摇臂曾经有扭曲造成前后轮导致它不是在同一个直线上运动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在直线前进的时候会有一个反作用力。那我想请问说，假设真的有的话，对不对？这个时速啊，大概多少可以测试出来？30-40测得出来吗？30-40可能太慢了，因为这个车你太慢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容易偏，可能大概时速在50-60差不多。会测试来讲会比较准确。对，50-60应该是会比较稳，车子也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惯性在往前进的情况之下，也会比较稳定。因为速度太慢，本身车子也会偏白，因为道路也不是绝对是平的状态之下。那再来就是一个，当然听声音嘛。对，声音应该也会感觉出正不正常。当然，就是发动之后，你去听引擎上有没有任何的异音，除非说，当然某些车款，比如说像 MV 啦，或者是杜卡迪啊，有一些比较特殊车款，它本身引擎的声音就已经是非常大声。是的，根本听不出什么异音。对，就是不是它本身引擎就非常大的异音的，你听不出来它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异音。了解。那这当然是可能要请比较专业的人士才帮你听得出来。那一般如果以日系车或者是一些比较正常车款的话，都应该可以稍微听，有没有什么缸头特别大声，或者是离合器特别大声呢？或者是左边的发电机构那里有没有特别大声的情况？对。OK， 小丹，那我们刚刚讲完试乘的部分啊，再来也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日系车跟欧系车到底有什么差异？然后以及要怎么做选择呢？日系车跟欧系车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在维修价格上面。欧美系车毕竟它的零件的价格本身就比较偏高的，是那日系车的零件价格是比较便宜一点。那再来就是欧美系车，它的零件带料时间都是要比较长，大概要多久？大概都会需要4到6周的时间。那很久对，所以我看你隔壁放那么多车，那不是在卖的。不是在卖，都是等着要维修。大部分都是在等料件。那日系车的料件等待时间上会稍微比较短一点可能快的话1到2周就可以到货，稍微如果缺货，可能等3到4周的时间。你讲的这个等料是指说等原厂料还是副厂料呢？原厂料件，车辆故障的部分，当然是故障的部品都一定是原厂料件。那如果车主说我不要原厂，副厂快就好。重机在我们台湾也没有所谓的副厂料件，应该说有，可是有的部位非常的少。理解了。对，因为车辆故障，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像很多电子元件或者是感应器的这个部分，那没有办法，这个绝对只有原厂，不会有任何副厂。日系、欧系它的妥善率，你认为会差异很大吗？当然每个品牌都有它的特色，也不会说欧系就真的都比较容易坏，欧系也有妥善率很好的车子，那当然日系也有很容易坏的车子。也是的，这没有绝对的。对。那我这边问一下，那凯旋的妥善率怎么样？凯旋的妥善率算是非常的不错。真的这没有 C 的我是直接问的。对，它也算老品牌的嘛。老品牌，对，它是英国的老品牌。那针对这台像400单缸，这是凯旋第一台的400单缸。对，以凯旋它本身品牌的妥善率其实是不错的，是。但是目前这台车其实也才刚上市，那至于说它后续的表现会怎么样，我觉得是可以再观察看。再观察因为基本上我昨天骑是很好骑的，然后它用的料我觉得都蛮赞的嘛。包含你刚刚讲的那个前叉就是43星的，对，它前叉给的非常粗这个43星基本上在以日系车来说，要公升级的才会有。哇塞，它给的料这么好对。然后它的排气管也超粗的。对，它的排气管的口径倒是非常粗，倒很漂亮。
那这个气缸我觉得它造型做得很漂亮，像我的 SP300就是完全包起来嘛。对，它这个好像还有做这种鳍片的感觉。对，这个是散热用的散热鳍片。哇，哦，那这个凯旋的特色，也就是它排气管的这个法兰片哦，它会做这个像一样有散热鳍片。对啊，这个就在从排气缸头就开始在帮你做散热，这也是凯旋才有的。哦，独一无二就对了。对，其他品牌也都没有人这样做。真的耶，我好像没看过那个排气头有这样子的设计。对，对了，小赖，那像我这个车买回来，超大声。这就是我们基隆的日常啊，每天都是一些死屁孩，我靠！好，再来拍水，重来。好的，那问一下，像我二手车买回来之后，最需要保养什么？一定都会先从油水的部分做更换。哦，你都建议一律更换就对了。基本上一定是，因为你也不知道前车主他到底有没有在正常保养。对，就算他告诉你我昨天才换油，其实也很难确保他到底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除非你刚刚讲的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对，那没问题。当然，它还可以提供，比如说原厂或者是外厂的所有的保养记录。那当然我们可以更确保。油的部分当然会有机油哦，还有前后刹车油哦。那水的部分当然就是只有水箱水。水箱水的话，可以从年份跟里程去做判断，因为从年份跟里程，我们可以去判断说这个水箱水是不是该更换。刹车皮的来鳞片。哦，那轮胎的胎纹，还有链条的跟齿盘，都会一次帮你做检查。那以上刚刚小赖讲的这些，大概就是回来需要保养的基本的要换的东西的。对。那除非你是气冷的，气冷的话又更省，要省一样水箱水。对，气冷当然就少了水箱。哦，那感谢小赖今天跟我们讲解这么多一些基本的观念呢。我相信还有很多眉眉角角要了解。是。我们先知道一下基本的就好。那如果你是对车子不了解，有任何车子需要维修的问题，或是你刚买车，那都欢迎来询问小赖。可以。那小赖有粉专吗？我有粉丝专业。粉专要搜寻什么？直接搜寻 SS 重机就可以。为什么叫 SS？SS 其实是缩写。什么缩写？对，我的店名其实叫 Silent Studio。拍谁？我英语不会什么意思？宁静的工作室。宁静的工作室。对，真的有宁静，所以简称 SS 重机。你一个人嘛，然后每天跟那么多车相处在一起，有宁静哦，很符合那个店名啊。我们基隆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边呐。因为我们基隆做重机真的不多，真的是蛮少。基隆的资源真的是非常的少，手指头数得出来。反正你有任何问题，都先欢迎致电或者是粉专询问小赖的，因为他平常一个人真的比较忙，要来的话一定要先预约，才不会白跑一趟。对，好，那我们今天感谢小赖。那之后如果我有一些比较特别需要维修的一些地方，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专题，那再来请小赖跟我们解答一下。可以。OK， 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先到这边。哦，各位再见了，拜拜。拜拜。小赖这台新车大概是25万多左右。对，以这台车价来讲，你觉得它的配备 OK 吗？其实这台车当初在台湾公布25万多的售价，其实大家都有吓一跳。会以20几万的车，它配备有滑离，而且前叉是43星的哦，这么粗的前叉是哦，滑动式离合器，然后还有 TCS 循迹防滑。那个真的有用吗？当然有用啦，循迹防滑，它是避免你在动力输出的时候，轮胎打滑的时候可以辅助。譬如说过积水速，对之类的那种条件下，对，它是避免你在动力输出的时候避免造成打滑的现象。其实就跟汽车一样啊。对，跟汽车一样。因为我没有骑过这种有 TCS 的车，没有让它做动过。我如果有机会让它做动看看好了。没有，这台车不要比较好了。不要，这台车还要卖。所以以这个车价，你觉得这台车 CP 值超高？CP 值非常高，而且还有滑动式离合器。滑动式离合器呢，是让你在退档的瞬间的顿挫感会稍微比较降低一点。哦，我骑有感觉。对，这个只要你在退档的时候，尤其在退档补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比较没有这么顿挫。对，比较顺。对，比较顺。跟我那个大野狼差很多。它的动力在衔接上，尤其在退档的时候，它衔接会比较顺畅，不会顿挫。有，我现在骑上这台有感觉。对，因为如果滑动式离合器要改装的话，一组也是要2万块。我也不便宜耶。对，要看车款。哇，那这台车等于是好料满满的。对，给的相当算不错的。OK， 买了，各位赶快买了。